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15年是维特尔心态最放松的一年，因为法拉利没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自己也远离了世界冠军争夺大战。况且他的队友还是他最好的朋友，从不搞政治的 Kimi。这一年他恢复了4冠时期的精气神和竞技状态，而且3座分站冠军的成绩足以给维特尔的2015年打个满分，甚至可以说是超额完成目标。但是在法拉利，拿到世界冠军永远是车队的长期目标，法拉利也相信他们的成绩会逐年攀升，但现在他们必须忘掉2015年的阶段性胜利，继续前进。因此在2016年1月开着 SF15T 进行最后一次轮胎测试之后，维特尔和法拉利就要向伊娃告别了，等待他们的是空气动力学规则大改之前的最后一台赛车 SF16H， 其中 H 代表 Hybrid 混合动力。这台赛车用红白为主的颜色设计取代了 SF15T 的红黑搭配，被维特尔命名为玛格丽特，跟玛格丽特披萨以及意大利王妃玛格丽特同名。你还真别说，这俩玛格丽特在颜色搭配上倒是挺像的，或许维特尔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而在旧空洞规则实施的最后一年，法拉利没有梭哈新规，依然在 SF16H 上使用了很多创新的设计，比如詹姆斯·阿里森放弃了前一年的长鼻翼设计，同时收紧了尾部，既能为新变速箱腾出空间，又能实现他们在空洞设计上的新想法。但这个设计不能说是一举两得吧，起码也算得上是两败俱伤了。首先，这种设计让 SF16H 在转向时变得极为敏感，这对偏好高尾部下压力的维特尔来说可不是啥好事儿。其次，赛车的稳定性不理想，虽然说东侧的时候 Kimi 和维特尔的圈速包揽1-2，但是法拉利的总测试里程数比梅奔少了403圈。为了解决稳定性的问题，一套又一套的引擎和变速箱源源不断地从马拉内罗运往巴塞罗那，但法拉利对稳定性问题能做的只有缓解，无法根治。而尽管如此，马尔乔内还是在揭幕战澳大利亚的赛前动员讲话中掷地有声地宣布，我们去墨尔本是为了夺冠的。澳大利亚站的比赛开始，好消息，马尔乔内的话应验了，坏消息只应验了35圈。维特尔先是在发车之后连续超过2台梅奔，紧接着 Kimi 也趁着汉密尔顿被罗斯伯格挡住超过了他们，2台法拉利领跑比赛。然而在短暂的喜悦过后，法拉利又上演了熟悉的高开低走剧情。Kimi 想对标汉密尔顿的策略迟迟不进站，这让罗斯伯格提前预定了对 Kimi 的 undercut， 但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的策略不一样，老汉是1停 Kimi 是2停，两人同时进站之后，一个换上了超软胎，一个换上了中性胎，直接给铁佛斯们看傻眼了。 Kimi 白坚持那么多圈了。不过好在古铁雷斯和阿隆索的严重事故所引发的红旗救了法拉利策略组一命，让他们可以及时止损。比赛重新开始后，法拉利和梅奔的策略又不一样了。维特尔换上超软胎准备再进一次，罗斯伯格换上中性胎一跑到底。接下来就到了法拉利日常白给的时候了。第23圈 Kimi 的涡轮发生故障退赛，场上只剩下了1台法拉利。第35圈，维特尔进站前只领先罗斯伯格 1.3 秒，离目标距离差了多达 22.7 秒，而进站又花了 5.6 秒，出站落后罗斯伯格23秒，但他倒是还可以用这套软胎追一追身前11.3秒的汉密尔顿。倒数第7圈，维特尔追到了汉密尔顿身后的 DRS 区，或许还能追回个亚军。然而就在倒数第3圈的倒数第2弯，维特尔在跟车时冲出赛道，彻底没了争夺亚军的可能。第一圈1-2领跑，最后却只拿到15分，4舍5入也算开门黑了。赛后，法拉利全队在马尔乔内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因为引擎方面的故障是马尔乔内最不想看到的。但法拉利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从澳大利亚落地意大利的凌晨，詹姆斯·阿里森收到了一条噩耗，他远在英国的妻子因为细菌性脑膜炎突然去世，这对阿里森的打击是无比巨大的。2015年的上海站，阿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了他的妻子，这时候他的眼神瞬间充满了清澈的爱意。阿里森说他的妻子非常漂亮，是一位歌剧演员，因此他还有美妙的嗓音，自己非常爱她。阿里森的家庭变故也让赛季本就开局不利的法拉利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妻子去世以后，阿里森再也没有办法找到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了。
以前他定居在马拉内罗附近的卡斯泰尔维特罗镇，每天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班，而且经常和车队开会到晚上9点才回家。但他现在必须要回到英国陪伴他的3个孩子。当母亲突然离世，父亲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而其实阿里森早就对法拉利心生不满了，他在技术领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但在法拉利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还得会搞政治。阿里森就始终找不准自己在车队里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在法拉利待得很不舒服，也很讨厌马尔乔内管理法拉利的方式，两人格格不入。阿里森很务实，比如他曾经说过，随着车队的进步，法拉利会打造出一台 decent car 像样的车。而马尔乔内认为，作为技术总监，车队的发言人之一，这个用词是不合适的，因为法拉利的目标永远是造出一台 winning car 而不是 decent car。归队之后的某一天，阿里森在参加完了一场极其冗长而又烦闷的员工评估大会之后，他直接向法拉利的新闻官吐露了心声。有时候我宁愿现在就下去陪伴我的妻子，也不想在这种破事上浪费时间。无论他现在身处何方，我都愿意为他奔赴。妻子的离世也给了阿里森一段没人打扰的时间来认真的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法拉利回到英国，把自己的重心移向家庭了。现在法拉利的士气非常低迷，他们急需一场炸裂的成绩来鼓舞士气。而就在法拉利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谷底，往哪儿走都是向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脚下是一片沼泽，还能往下越陷越深。巴林站，维特尔和 Kimi 第2排起步，然而玛格丽特的引擎在暖胎圈低转速巡航的时候突然炸了。Okay, I'm not sure. I think I might have an engine failure. 一个坏掉的气门让维特尔的正赛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算这个赛季法拉利不争世界冠军，维特尔可以放平心态，但在开局仅仅2站之内就连续经历了昏厥策略、痛失亚军和赛前曝光之后，维特尔的心态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变得暴躁了。上海站，维特尔被内线窜出来的科维亚特吓到，撞上了队友 Kimi's attack was suicidal.There was always going to be a crash. No way with the speed he had, he could have done the corner. 而维特尔的反应也是过于激烈了，把本不应该属于科维亚特的鱼雷外号扣在了他头上。You came like a torpedo. Well, it's racing. I'm racing, but you know, if I keep going the same line, you'll crash. Don't keep going. Yeah, but there was a car on the left also. Well, That's so why I hit the other I can see all the 3 cars, man. Come on. I have only 2 eyes. 2 cars. You crash if you do like that. But we didn't. Yeah, you did it. 说实话，这么大的空间，任何一位车手都会去尝试超越。科维亚特实际上是有点冤枉的，而维特尔也因为发车的事故损失了一套变速箱。在下一站俄罗斯，因为一套变速箱没撑过至少6场比赛，被罚退5位。然而在普京的注视下，科维亚特主动把鱼雷的外号捡了起来，他化身成了真正的鱼雷，在自己的主场上演锁气保卫战，2次追尾维特尔，把自己的红牛前辈呼到了墙上。Oh, for sake, man. Oh, I'm out. Crash. Somebody hit me in the rear, turn 2, and then somebody hit me in the rear again in turn 3. For sake. Honestly, what the are we doing here? Honestly. Honestly, what are these guys thinking? 第5站西班牙，法拉利迎来了全年最好的夺冠机会，2台梅奔在第1圈就内斗双退，但是想要夺冠，必须解决前面的2台大红牛。维特尔为了对标里卡多的3停策略，放弃了夺冠的机会，专注于阻挡里卡多。当然，过程中也少不了维特尔的路怒。If I don't avoid that, he's just going straight to my car. Honestly, what are we doing? Racing or pink rock? 而干掉另一台2停红牛的任务就交给了 Kimi。但此时坐在这台黄 T 红牛里面的已经不是科维亚特了，而是维斯塔潘。当时维斯塔潘的名气还没有他爸大。提到维斯塔潘这个姓氏，大家最先想到的还是老维斯塔潘在霍根海姆维修区里着的那场火。但小维斯塔潘的天赋可比他爸大得多，甚至招来了梅奔和法拉利的关注。而恰巧这时候科维亚特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所以红牛见风使舵，把发展空间和商业价值都更大的维斯塔潘提拔到了大红牛。最后一停之后 Kimi 和维斯塔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此时法拉利的包厢里面，马尔乔内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比赛。他定眼一看，领先的是维斯塔潘，决定半场开香槟。最年轻的车手对阵经验最丰富的车手，优势在我，维斯塔潘不可能不失误。他甚至开始问法拉利的车组，上一次窝法双车1-2带回是什么时候了。结果维斯塔潘他真就毫无破绽的在这条难超车的加泰罗尼亚赛道上守到了最后一圈，成为了最年轻的分站冠军。而尽管法拉利拿下了2016年的第一个双领奖台，但他们仍然像输掉比赛了一样沮丧。比赛结束后，马尔乔内把郁闷的心情发泄在了阿里瓦贝内身上，他责备阿里瓦贝内为什么还想着继续留阿里森做技术总监。而此时阿里森和马尔乔内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阿里森把重心挪向了家庭，每周只有一半的时间在马拉内罗，而且很少去到比赛现场，再加上工作风格不受马尔乔内待见，他的命运此时已经注定了。7月底，阿里森正式办理完了离职手续，他的职位由引擎部门主管马蒂亚·比诺托接任。阿里森离职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德国站，这是下休期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两台法拉利5-6出发，5-6带回，整场比赛都没啥存在感的维特尔在最后一圈成为了全场最靓的仔。他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于是降低了速度，开始跑到赛道外面捡轮胎屎，直到他看到一辆辆被套圈的慢车飞驰而过，才反应过来，得亏 Kimi 离他足够远，他才保住了第5。维特尔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法2年。在小红牛的第2年，维特尔拿下了第1座分冠；在大红牛的第2年，他成为了世界冠军；而在法拉利的第2年，他啥也没有。上半赛季还比较顺利，维特尔陆续在上海、加拿大和阿塞拜疆拿下了亚军，甚至在加拿大又上演了一次起步翻掉2台梅奔的表演。但就像在澳大利亚一样，维特尔又败给了多停一次的策略。不过法拉利队内的人事变动让红牛在赛季即将过半时悄悄地追了上来。奥地利站之后，法拉利不再是除了梅奔之外最常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车队了。里卡多的积分反超了维特尔和 Kimi 来到第3，法拉利的积分也被红牛反超。不光如此，法拉利还饱受轮胎性能和变速箱故障的困扰。摩纳哥站排位赛，随着赛道温度的升高，法拉利逐渐迷失在了寻找轮胎最佳温度区间的路上，导致维特尔 Q3 的速度比 Q2 还慢。奥地利站，维特尔在用超软胎跑长 stint 时，突然毫无征兆的爆胎。变速箱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半个赛季都没解决。截至下休期之前，维特尔已经在俄罗斯、奥地利和英国被罚退了3次。现在的积分榜上，维特尔还差 Kimi 2分。估计赛季初他绝对想不到这个赛季会如此磕磕绊绊。下休期之后，法拉利在蒙扎硬气了一回，但硬的不多，维特尔又比汉密尔顿多进一次站屈居季军，但再怎么说也算是击败了红牛，主场登台了。然后离开了高速赛道的法拉利就再也赶不上红牛了。在赛季剩余的7场比赛里，维特尔只拿到了1个领奖台。意大利站之后的新加坡，维特尔遇到了全新的问题。玛格丽特的无线电电缆在练习赛中由于安装不到位，从座舱里垂了下来，在维特尔的胳膊肘边上晃来晃去。但维特尔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没有第一时间回批房，而是通过 TR 询问相关负责人怎么把电缆固定起来，然后他就边跑边把电缆给塞回去了。这期间他一直保持在赛道上做着圈速，在23个弯角之间穿着引线，而且没有开到逃生通道里面去。什么是新加坡之王啊？好不容易撑过了练习赛，然而在排位赛 Q1， 维特尔赛车的前防倾杆断了，这回他是怎么也够不到了，只能对尾发车。不过新加坡之王永远是你新加坡之王，维特尔在正赛从最后1名追到第5，算是全力止损了。下一站马来西亚，好不容易起了点势头的维特尔，开局就把处在争冠节骨眼上的罗斯伯格给顶了，自己的悬挂也坏了。倒数第3站墨西哥，在维斯塔潘冲出赛道拒绝让车之后，诸事不顺的维特尔再次路怒，只不过这次积怨已久的他爆发了，在 TR 里大骂赛事总监查理怀汀。He has to let me go. He has to let me go. Okay, go, please stay calm. Oh, sake. That's what he is. I mean, am I the only one? Or are you not seeing what I'm seeing? He's just backing me off into Ricciardo.
Charlie said, Charlie said, Yeah, you know what? Here's a message for Charlie. Oh, honestly. 赛后的休息室里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维斯塔潘先是因为切西瓜被罚下了领奖台，维特尔递补了上来。而在颁奖典礼结束后，维特尔的处罚才姗姗来迟。他因为防守里卡多时在刹车区变线被加罚10秒，里卡多变成了最终的季军。维特尔还去找了查理怀汀当面致歉，才免于纪律处罚。这场比赛就是维特尔一整个赛季的缩影，大大小小的意外和故障总是在不经意间搞偷袭，自己的心态也逐渐暴躁，最后颗粒无收。收官战，法拉利的策略组终于灵光了，维特尔拉长了第2个 stint， 这让他可以用超软胎跑完最后一个 stint， 他连续超过了 Kimi、里卡多和1停的维斯塔潘。可这时候的高光已经没啥用了，都已经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此时领跑的汉密尔顿在疯狂压速度，他想让罗斯伯格卷入和维特尔、维斯塔潘的缠斗而掉位置，因为汉密尔顿只有在自己夺冠、罗斯伯格跌出前3的情况下才能拿到第4座世界冠军。但面对着如此情形，维特尔没去主动攻击罗斯伯格，还顺便挡了挡维斯塔潘，就像4年前舒马赫的那一让，维特尔也给罗斯伯格多上了一层保险，帮自己的老乡成功夺得第1座世界冠军，算是还了马来西亚那一桩的债。对于法拉利来说，他们收官战的表现是成功的，但放眼全年，这样的成绩毫无疑问是失败的。法拉利在短短2年之后就又体会了一把全年无冠的耻辱，维特尔也经历了自己的第2个无冠赛季，但和2014年不同的是，这次他的队友也没有分冠。事实上 Kimi 在奥地利拿到季军之后就再也没上过领奖台，最终落后维特尔26分。虽然法拉利2016年的表现不咋地，但12月的年终嘉年华还是要照办的。法拉利挑战赛的收官战也将同时举办。这一次他们头一回把举办地放在了美国，因为马尔乔内想吸引一下美国客户。可虽然马尔乔内身边挤满了记者，但看台上的观众却寥寥无几，只有法拉利的潜在客户来凑了凑热闹。因为比起高端的法拉利，大部分美国观众还是喜欢看嗖嗖嗖哐哐哐的纳斯卡。维特尔也是对这次活动的时间安排非常不满意，他觉得这活动搞得太乱套了，甚至都没给媒体什么好脸色。很明显，在经历了低开低走的2016赛季之后，维特尔只想回家静候2017赛季的到来。这一年下来，他退赛4次，被罚了9次，其中5次是因为违反技术规则，4次违反体育规则，超级驾照还被扣了6分。下一年 F1 将迎来空气动力学规则的大改，轮胎和车身更宽，底盘更低，抓地力会明显提升，这对法拉利来说又是一次机会。有了2014年的前车之鉴，法拉利绝对不能再在规则大改之后的第1年丢人现眼了。马尔乔内问了问车队的工程师，新规会让赛车圈速提高多少？工程师们回答大概5秒半。好，那么我们明年的目标是要比今年快上8秒。实际上法拉利的工程师们这5秒半是往大了说的，但没想到马尔乔内更狠，这就是他的风格，软硬兼施。虽然快8秒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还失去了詹姆斯·阿里森，但换了新设计思路的法拉利却迎来了新的机遇。再加上维特尔本身也极其渴望在法拉利成为世界冠军，这让他在接下来的2年里无限趋近于他从小就贴在卧室墙上的那个梦想。